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《暖美们新不思音家》第6季第25集。清晨阳光照在春田小学上，校长又是第一个走进学校的人，深吸一口气，享受早晨学校走廊。等等，这味道怎么这么冲？校长马上就去寻找臭味的源头，原来是实验鼠被水瓶砸死了。校长拿着盒子找到红发威力，要求他将沙鼠埋掉，清洁教室空气。接到任务后，威力就近挖起坑来，还没挖多久，地下就冒出来黑水。威力盯着铲子看了好一会儿，妈妈咪呀，这是个啥？紧接着地裂开了，黑水从地下喷涌而出。不仅是威力挖坑的这一处，小新上课的教室、新小妹上课的教室都相继喷出了黑水。此时秃头站召开会议，散会前最后一件需要处理的事，就是将他手里关于盈利项目的信件送到 PPP 的手中。这涉及到秃头的切身利益，他要求必须完完整整、准确无误的送达。交代完毕，秃头将信件交给了旁边的人。这份信件在核电厂内层层传递之后，来到了辛爸的面前。他一看信封上的名字，就急匆匆地赶到了秃头的办公室。秃头一看，把自己给气坏了，自己寄出的信件又回到了自己手中。他当即就骂辛爸是个大傻瓜，还问秘书眼前这个蠢蛋是谁。辛爸有些委屈，不是因为送错信件被骂，而是因为在这里工作了10年，老板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想到这里，辛爸当即决定改变这个现状，于是他大声喊出：“我是侯莫辛普森。”但秃头毫不在意，他只想有个办法能让笨蛋都消失。校长看着黑水被穿透层层地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有这么强的破坏力？他没有想好应对的措施，小尖就来了。万幸的是，勘测员的出现拯救了他。勘测员告诉他们，这里喷出了石油，他们正在泉州最富裕的小学上，这下可是皆大欢喜了。春田小学喷出石油的消息很快就上了报纸，得知这是一家拥有石油的非营利组织，秃头恨得牙痒痒，他绝不允许此事发生。他这一生气，秘书就遭了殃，本来就已经累成狗了，还被加了20英里。骑完之后，两人一同走上了电梯。刚好此时里面正是核电厂几位员工，秃头分别跟他们打了招呼。然而对于辛爸，他依旧是没能说出名字。等到秃头下了电梯，朋友们纷纷安慰他，没事的，他经常弄错别人的名字。坐镇泉州最富有的小学，校长决定好好想想怎么样利用这笔巨款。校监建议，也许能给每位同学一笔足够的奖学金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仿佛这是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。不过校长觉得还是应该让大家表达看法。首先是红发威力，作为学校的员工，他最想要的就是一辆够门的铲车，还想要将地毯换成全新的，这项提案通过了。接着就是食堂阿姨，她希望食堂能够多添些人手，这项也通过了。然后就是新小妹，她希望能够在音乐课上学习爵士，为此她甚至已经成功劝说铁托普恩特来当老师，看来没有什么顾虑了，提案通过。接下来几项也都顺利通过，有钱之后盖起章来都是非常豪横啊。最后一个到访的是秃头，他表示希望校长能够将所有的石油都用来支持当地的能源需求。虽然他极力想要伪装成学校的学生，但校长又不是傻的，他早就认出秃头，他当即表示不会让一个104岁糟老头损害春田小学利益。眼见自己被发现了，秃头也就不装了，他摊牌了，他就是想要垄断。校长也不是吃素的，他直接表示了秃头垄断论的可悲，态度强硬地说，学校石油是不会卖的，尤其是不会卖给秃头这样的黑心无良商人。秃头见软的不行，就打算来硬的，不过他那软趴趴的手臂连小拳拳都比不上，他请来的援兵秘书也不咋地，拿着订书机就来攻击校长。校长一句请不要浪费，就让他们乖乖的了。校长除了没有同意秃头提议，小新的提案也被排除在外，主要是他想让已死之人死而复生，他是不会管现不现实的。总之现在情绪很低落，同样心情低落的还有辛爸，他真不知道工作还有什么意思，混这么久了，老板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。这时辛妈给他出了个主意，那就是送一盒有自己照片的糖果，因为他爸爸就是这样让他妈妈永远记住自己的。秃头并没有放弃打石油的主意，相反，他在学校的不远处搞了个建筑公司。秘书希望秃头能够再斟酌一下，毕竟这不是他在商业的竞争对手，这只是所学校，大家不会容许他这样的行为。秃头很不高兴，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从小孩手里抢走糖果。此时他正好看见了吃糖的小孩，当即打算就去抢。秘书慌忙叫住了他，桌上就有一盒，为什么不吃完了再去呢？说着两个人就吃了起来，吃掉几块，一张合照显露了出来。首先出场小新，秃头认得，他记得有关于自己和这个小宝贝之间发生的一切。接着出场是辛普森家的狗狗，他也记得，然后是小新，曾是他的继承人。吃到最后两人都撑得不行，最后一块挡住了刚好是辛爸的脸。秃头一阵恶心，突然没了食欲，就让秘书扔了，然后又让他寄谢卡给辛妈、小新、小新和辛小妹。没错，这一次又完美的避开了辛
辛巴。终于到了万众期待的石油日，校长宣布现在首次按动油泵按钮。辛小妹作为全校最优秀学生，这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了她。然而启动按钮之后，就发射了一滴石油。勘测员匆匆跑出来，告诉大家没有压力，应该是有人偷采了石油。可不是嘛，石油从秃头建筑公司喷了出来，这还让小新和狗子遭了无妄之灾。被石油从树屋冲到地上后，小新整个人都懵了，摇摇晃晃的像个僵尸一样。在小新和辛巴的注视下，他又走2步，终是扛不住倒下了。小新缓过劲来之后好些了，但是狗子的木板被压断了腿，之后的几个月里只能以车代步。小新看着西安的小狗成了这副模样，他发誓自己一定会找出罪魁祸首。此时学校也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想对大家说，没有法律支持他们对抗秃头，因为石油属于任何一个最先开采的人。威力询问以前通过的提案怎么办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都泡汤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支付调试和拆除开采设备的费用，还必须要取消不必要的项目，首先就是音乐，其次就是维修费用。得知不但没有铲车，还要削减费用，威力震怒了，说自己要杀了秃头和秘书。说着，他要朝着门外冲了出去。辛小妹接到了恩普特被裁减的电话，同样十分生气，也想要好好惩罚一下秃头。辛小妹对爸爸为秃头工作很不满，不过辛爸却觉得秃头接了张感谢卡，也不算完全一无是处。辛小妹接过卡片一看，上面根本就没有辛爸的名字，这下辛爸也愤怒了。老模子酒吧就建在建筑公司的旁边，这里现在臭得连巴尼都待不下去了，半点酒香都闻不到，反而头晕想吐。老模子表示，如果谁能受了这味道，这啤酒就免费请他喝。可惜他想大方一回也没有机会了。空气质量检测员推门而进，表示只要秃头还在开采石油，这酒吧就必须关闭，唯一的营生被迫停业，唯一的乐趣被剥夺。老模子和巴尼都拿起了枪。此时养老院也不太平，不间断开采让地下坍塌，导致直接结果就是养老院毁了。春田镇一片狼藉，秃头却还只顾着数自己赚的黑心钱。秘书觉得老板这次做的太过分了，但秃头贪欲还没有满足，他觉得太阳还在无偿为人类提供能量，所以他想要遮住这颗太阳，让春田镇人们在白天也需要使用他的能源。秘书当即对他计划表示了反对，告诉秃头这是非常残忍的。然而他又怎能听进别人的意见？在他看来，秘书就应该永远奉承自己。争执无果后，秃头将秘书辞退了。自从得知秃头仍旧没有记住自己的名字，辛巴就有些疯魔了。开车上班的路上，身旁偏偏出现秃头说过的话：那个笨蛋是谁？谁老在浪费时间？谁总是哭哭啼啼的？渐渐的，他的话充斥了车内的全部空间。开进场后，辛巴拿出了工具，悄悄地潜进了秃头的私人领地。他刚喷完自己的名字，秃头又进来了。紧接着，他就冒出了一句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辛巴直接被气疯了，揪住秃头的领子就不停地重复自己的名字。不过，直到保安将辛巴拖走，秃头也不知道这疯子到底在说什么。养老院被毁后，老辛普森就住回了家里。小新帮爷爷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把枪，他刚拿起就被冲过来的辛妈收走了。在辛妈的眼里，这可是个危险品，他马上决定将它埋在院子里。由于秃头疯狂遮挡太阳计划，市长对全镇人民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他表示自己有一封写给秃头的信件，需要一位勇士将它交给秃头。得知台下很多人都带着枪后，市长表示会让大家畅所欲言。秘书首先站起来，他曾将秃头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但他被解雇了，现在他就像个酒鬼一样浑浑噩噩的度日。解释红发威力，他恨秃头害自己丢掉了学校的工作。老辛普森控告他让自己失去了房子，老谋子说自己失去了酒吧，巴尼说自己失去了老谋子的酒吧，辛小妹说他让学校没了音乐，小新控诉他弄残自己的狗子。众人正说得起劲，谁知此时秃头竟然推开了大门，他的脸上不见丝毫的羞愧，反而言语挑衅。小新冲上去就是打算跟他决斗，不料秃头身上也带着一把枪，人们愤怒地围了上来，纷纷谴责秃头的罪行，但却没有人真正上前阻止他们。其实他这次过来只是为了通知人们一件事，那就是他要遮挡太阳了。秃头启动了开关，春田镇立刻暗了下来。在人们的恐惧和难以置信中，秃头大笑着猖狂地离开了。秃头走后，会议也开不下去了，于是到场人都纷纷离开了。也许是天太黑了，辛妈将小新放在车上后，才发现家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辛妈不知道的是，在家里的院落，他埋下那把枪被人挖了出来，不见了踪影。秃头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正打算找个地方庆祝一下，不料这时似乎碰到了一个熟人。是你？你怎么这么高兴？我看到了，你最好把枪放下，把你的手拿开。紧接着是一声巨大枪响，然后就是在外寻找家人的辛妈，就看到了捂住胸口摇摇晃晃的秃头。最终他体力不支，倒在了日晷上。看这架势，大家都知道秃头中枪了，人们纷纷走过来围在他的身边。辛妈觉得他们不会找到凶手，因为镇上每个人都有嫌疑。此言一出，人人都眼波流转，各怀鬼胎。但这是命案，警长必须找出凶手。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